大哥偷了手电，往北京家匆匆而去。大哥一定拿手电讨好那个小骚货去了。北京是学校里作文写得最好的美人，她曾在一篇作文里给自己插上2只翅膀，用1天的时间飞往祖国长城内外与大江南北。要不这样，她也不敢让人们喊她北京的。那时候我们实行用各大城市为孩子起名，北京的双眼皮与大酒窝为他赢得了首都这个光芒四射的名字。村里大部分男孩都喜欢北京，他们要不喜欢他是不可能的，但北京并不喜欢他们。他常用狐狸一样的目光等距离地打量每一个和他对视的男子。这种目光令人激动，让人伤心绝望。他就那样用狐狸一样的目光正视你，让你的青春期杂乱无章。大哥从北京家回来时一脸灰，可以想象到北京见到手电后无动于衷的冷漠模样。那个晚上，全村人都看到了大哥丢人现眼。他拿了父亲的手电，爬到北京家的院墙上头，如一只猫，弓着腰四处寻星。他把手电打开来，对着天空，给天空照出了一个大窟窿。大哥的这次荒谬举动，给了人们关于夜的全新认识。夜是没尽头的，黑暗一开始就比光更加遥远。山羊胡子老爹甚至说，夜和日子一样深，再长的光都不能从这头穿照到那头。山羊胡子老爹的话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，一般性的看法是，夜里的空间被折叠好了，存放在手电里头，只要开关一不小心，空间就顺着光亮十分形象地延展开来。大哥是被父亲吆喝下来的，下地时大哥崴了脚踝，大家都看见了大哥的狼狈样，只有北京例外。北京这科儿不知道在哪里，漂亮的女孩到了夜里就像鱼，你不知道她们会游到哪里去。民间想象力的发达总是与村落的未来有关。父亲的手电顿时给忽略了，人们一次又一次规划起电气化时代。父亲说，到那时水里也装上了电灯，人只要站在岸上就能看见王八泥鳅与水婆子。父亲设想到那时每一条河都是透明的，我们看鱼就像玉帝老儿在天上看我们那样。总之，科学能使每一个人都变成神仙。而勘探队的勘探进程完全是现实主义的，他们不慌不忙地打眼、注药、点火、起爆，河里的鱼全给震昏了，他们把腹部浮出水面，在水面上漂了一层。勘探队长整日待在井口，面对地下窜出来的黄泥汤，忧心忡忡。他希望能告诉我们，石油就在脚底下，挖田鼠那样动几敲，石油自己就跳出来了。大肚子队长有点担心找不出油来。亲爱的同志们，一般是不会接受没有结果的科学的。那些队员似乎早就疲沓了，日午时分倒在树荫底下午眠。他们的黄色头盔罩在脸上，成了呼噜的音箱。这样的时刻，父亲和他的乡亲们认真地卧在井口，看黑洞洞的井底。有人提议说，用手电照照。父亲回家拿来了手电，照下去，一无所有。这样的感受在盛夏里显得阴森。父亲对着井口一连打了10几个喷嚏。
有人问：下面科学吗？父亲默然不语。父亲把科学和希望全闭在了嘴巴里，而他的嘴巴仅仅补充了3个喷嚏。随后，太阳金灿灿，枸杞子红艳艳。勘探队长的大肚子在午眠中呼吸，一上一下，像死去的鱼，随波逐流。这样的午后，大哥显得焦虑，他的神态被北京弄得如一颗麦穗，隐藏着多种结果与芒刺。大哥的步行动态显得疲惫不堪，歪着头，又憔悴又空洞。大哥是唯一生存在石油神话外部的独行客，无数下午一个又一个向他袭来，熬不过去。他对北京的单恋行进在他的青春期，数不尽的红枸杞在他的胸中铺天盖地，而北京依然站在柔桑或柳树下面，均匀地播撒狐狸一样的目光，没有表情，有一种充满爱意的冷若冰霜，也可以这么说，有一种神似蜜意的铁石心肠。天下所有的美人中，只有北京能做到这一点，这不是修炼而就的，概括起来是与生俱来。谁也料不到会出这样的事，北京让勘探队的一个全毛小子给开了。事发之后，有人揭示他们已经眉来眼去2-3天了。依照推算，2-3天之后发生那样的事完全是可能的。事后还有人发现，北京和小全毛对视时，下巴都挂下来了。根据祖传经验，女儿家下巴挂下来，2条腿就夹不紧了。这一点毫无疑问。北京在事发之后睡了整整1天，重新出门时，北京变了模样。女孩的美与丑与政治很像，处在悬崖之上，要么在峰巅，要么在深谷，没有中间地带。北京眨眼间就从峰巅摔进了谷壑，所有美丽被摔得粉碎。他眼里的狐狸说走就走光了，2只眼睛成了手电，除了光亮别无他物。大哥得到消息后，全身都停电了，说北京骗了他，说北京不要脸，说北京是枸杞子，看起来中看，吃起来涩嘴。但大哥看到北京后，出奇的轻松愉快。北京丑的走了样，2只小子也挂下来了。北京的那种样子再也长不出翅膀，1天之内飞遍祖国960万平方公里了。北京曾经拥有的美丽过去成了笑柄，好在人人都在关心科学与石油。大哥和其他青春少年就此终止了单恋，他们大声说：开过了。声音又快活又猥亵，人们对失去的纯真与理想多半做如斯处置。